這是一個房龄15年的小区，这是一个房龄20年的，而这个小区的房龄已经超过35年了。35年前能住上电梯高层的，也可以算是身份的象征了吧？那现在呢？绿化约等于0，外墙開裂滲水，2部電梯現在就剩1個了。這個已經徹底停用了，這公攤更是大的心疼了。家人們，你家小區有沒有遇到這種糟心事兒？2008年建成的小區，才住15年就集中更換電梯，每戶要分攤2.1萬元。2010年的城市豪宅標杆，外牆保溫層大面積脫落，維修費高達每平方米500元。業主群裡炸開了鍋，有人算賬，有人抱怨，更有人忍不住發問：這房子真的能撐到70年產權到期嗎？千萬別覺得這是個例。如今類似的維修難題正在全國各地的高層小區上演，這不是偶然的麻煩，而是高層住宅的結構性風險，更是未來10年每個城市中產家庭在資產配置中都要警惕的隱患。這裡的業主怕是做夢也沒想到，當初花高價貸款買的房子，如今卻成了現實版的高層貧民窟。這就是東莞與深圳交界處的鳳崗花園小區，小區建於1993年，說好的70年產權。然而才僅僅過去30多年，外牆到處脫落，破舊不堪，小區環境一言難盡。昔日引以為傲的花園小區，現在卻成了非洲版的高層貧民窟。看到這一幕，實在令人心酸。真不知道現在動輒30多層的住宅小區，幾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，我是美玲。現在人們漸漸地發現，那些20、30層的高層電梯房，很多人當年爭奪的高端住宅形態，或許正在悄悄走向另一種命運。一方面呢，是時間帶來的沉重的成本，電梯房住上10幾年後，電梯、電氣設備開始老化了，居住體驗會越來越差。要搞清楚一個核心邏輯，房子的壽命從來都不是看那些鋼筋混凝土能撐多久，真正決定居住體驗的是電梯、水管、電路和消防系統。從經濟學上啊，這些設備呢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生命週期，15到20年，而中國的高層住宅爆發期是從2000年以後。這意味着到2030年，我們將迎來高層住宅集體衰老期啊！到時候我們會發現，電梯動不動就罷工，停車場漏水，漏成水簾洞，外牆瓷磚像下雨一樣往下砸。那麼有些朋友可能就會說呀，房子壞了就修呀，但是事情呢，並沒有那麼簡單。多數小區的維修基金在設立之初呢，就存在着額度不足的問題。面對着動輒數百萬甚至是上千萬的維修工程，這筆錢往往連1半都還不夠呢。物業跑路，維修基金早就被掏空了。國內已經有33層樓的高樓，電梯一停就是4個月，業主天天爬樓健身，這哪裡是住宅呀？這是垂直極限的挑戰基地。那麼最後剩下的唯一的選擇，那就是再次向業主集資。而這集資的過程呢，往往就是矛盾爆發的過程。誰住的久該多掏？低層住戶是否應該與高層分攤同等的費用呢？空置房或出租房的業主是否出錢？這些問題討論了一圈又一圈，最後呢，通常是爭論不休，只能勉強的修一部分，留下更多的安全隱患。換的來了，拆了重建行不行？這個問題問得好。開發商算盤一打，開33層，蓋66層才能回本。現在限高令當頭，誰願意當這個冤大頭啊？所以高層住宅就不要再做拆二代的夢了。你買的可能不是資產，是未來真正的不動產，動不了也賣不掉。一棟30層的高樓呢，少說也有700-800戶，每戶補償100萬，僅補償成本就需要7-8個億。再加上呢，重建的費用，開發商根本就沒有利潤空間。那麼這就意味着呢，大多數老舊高層的最終結局就是修不完、賣不掉、拆不了。在日復一日的損耗當中，這些房子慢慢失去了居住價值。那麼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呢，連建築行業內部人士都在悄悄避險。今年以來呀，多家大型的建築集團減少甚至是回避30層以上的純住宅項目。風險評估報告呢，早就已經指出了超高層住宅的全部生命週期運維風險極高，後期的爛攤子幾乎沒有人願意接受。當開發商和施工方都在規避這類項目時呢，如果普通購房者還被所謂的視野好、氣派大所吸引呢，那就需要格外的謹慎了。在現實當中，也別指望有人為這些風險來兜底。很多人幻想着政府會救場，保險能覆蓋損失。但是實際上，舊改資源優先用於產權複雜、歷史遺留問題的老公房、商品房社區，基本不在兜底的範圍。財產險對於建築自然老化造成的損壞大多免責，
最終的維修成本只能是落到業主的自己頭上。另外呢，越來越多的人不選擇高層住，是因為安全與便利現實的考量。20-30層的高樓，一遇到火災或地震，電梯停運，居民只能依靠樓梯來疏散。層數越高，逃生時間越長，外部救援難度也就越大。那麼相比之下呢，低層住宅的住戶更容易快速到達地面安全區域。過去人們羡慕高樓视野好，如今呢，卻開始重新審視高樓的風險大。那麼再一个呢，就是公攤的隱形成本。多層住宅的公攤面積通常在10%到15%，而高層的電梯房往往達到25%到30%。買一套標稱100平方米的房子呢，真正能使用的面積可能只有70多平方米。那麼也就是說呢，同樣的預算，實際到手的空間更小。那麼更關鍵的是呢，物業費、取暖費往往按建築面積計算。業主為看不見、用不着的空間持續的買單，心理落差自然不小。有博主表示，現在高層住宅20年後很可能會逐漸演變成空中的貧民窟。這並非是危言聳聽，原因其實很現實。一方面，人口密度過高，比如有的熱門小區竟塞進了60萬人，居民平均每天只能享受3個小時的陽光。電梯早高峰時甚至比地鐵還要擁擠，公共設施極度超負荷，很快就出現了嚴重老化。雲南最近呢就有電梯事故的發生，這絕非是偶然事件，而是長期管理和維護不足的必然的結果。2025年7月10日，昆明一電梯故障衝頂，致59歲業主身亡。事發時，電梯叫箱55秒內從17層高速衝頂至33層，業主多次按壓選層按鈕自救無果。涉事電梯由奧德斯製造，最後一次維保就在事發當天。在另外一方面，如果大量房屋轉為租賃，物業收取的費用也是難以維持，小區公共資源就更容易被破壞。樓道裡垃圾場和綠化帶被當作是臨時的公廁的現象，在上海一些不到20年的小區裡已經是屢見不鮮。那這也就預示着高層住宅如果缺乏長期的規劃與管理，未來衰敗幾乎是必然的趨勢。日前呢，一位博主就實地走訪了一處老舊的高層小區，記錄下來了他所看到的真實的景象。走着走着，一抬頭，突然間發現樓上一直在嘩嘩的流水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。電動車亂停亂放，連個充電的地方都找不到。單元入戶門口全部停的都是電動車。樓道的牆體全部都爛了，消防通道裡邊曬的全部都是衣服、晾衣架，到處都是廣告。走廊裡邊還有車子。博主還指出呢，一到電梯門口就能聞到一股刺鼻、令人不適的氣味。他特意拍下了物業的公示，上面明確寫着不可隨地大小便，但電梯周邊的環境仍然是非常糟糕。進入電梯以後呢，他感受到最明顯的就是難聞的煙味，而且呢，電梯在運行時會有明顯的抖動，讓他在狹小空間裡感到非常的害怕。他還提到，上一次他同事就曾被困在這部電梯裡，經歷過非常不安的情況。博主表示，陽光花園從2015年開始陸續交房，到現在呢，已經將近10年了。小區公示顯示，早在2024年就已經啟動了電梯更換工作。一個交房不到10年的小區，就開始動用專項基金大規模的更換電梯，這也讓人不禁思考，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說，未來的高層住宅可能會逐漸演變成貧民窟？有業內的人士建議，高層電梯房住10年以上的就得趕緊出手找人接盤了。像這種房子已經很難在市場上流通了，它甚至賣不過同樣的房齡的步梯房。而且呢，以後像這種小區會越來越多的。現在房齡超過20年的高層，在二手市場和法拍房裡已經成了燙手的山芋了，不是賣的便宜就有人要，是懂行的根本就不敢接。銀行也早就收緊政策了，評估越來越嚴，貸款年限一縮再縮，有的直接就拒貸了，你想要接都沒有資格。年輕人的賬算得更明白，相同地段裡15年以上的高層，價格居然比20年的老破小還要低。那麼您可能會問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原因其實很簡單，
低层住宅小，公攤小，得房率高，地段往往是更好。而高層住宅公攤大，電梯和公共設施長期都是負債，未來維修幾乎就是無底洞。大家寧可住老舊房，也不願意去承受一個修不起的未來。另外呢，要知道，對於已經在貶值的房產而言，持續投入維修費用，難免讓人心生猶豫。經濟條件稍好住戶選擇搬離，而留下的往往是無力承擔持續維修成本的人群。維修資金不足，設備維持滯後，樓宇品質逐漸下滑，房價隨之進一步縮水。像另外一方面，房貸制度也反映了房地產的潛在風險。在中國，銀行普遍設定是30年的房貸期限，這並非是隨意而為之，而是考慮到了房屋壽命的實際問題。你以為70年後的房子還是你的嗎？醒醒吧！中國的房子平均壽命只有25年，深圳第一代商品房35年變危樓，鋼筋爛成渣，改造費比首付還貴。為什麼設計30年的房貸期限呢？因為銀行早知道你的房子撐不過30年，首付50萬加貸款150萬，等於鎖死20年青春加不敢生娃加不敢辭職。失業就法拍，房子沒了關給銀行，白打10年工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這個世界需要牛馬。我們再來看看樓市的整體的環境。自2022年開始呢，中國樓市就像是一場突然鬆了油門的列車，速度越來越慢，方向越來越迷糊。2、3線城市率先回調，1線城市也紛紛跟進，全國平均房價跌幅超過了30%，流動性也在枯竭。官方數據顯示，2026年的1月，70個大中城市新建二手房住宅價格持續的下行，1線城市新房環比下降0.3%，二手房下降0.5%。上海、北京、廣州、深圳二手住宅同比降幅在6.8%至8.7%之間。武漢、成都等城市掛牌量均超過了20萬套，成交周期被拉長到18個月以上。方圓半年無人問津已成為了常態，價格再跌，房子也是越來越難賣。SOHO 中國聯合創始人潘石屹表示，買房不是為了暴富，是為了安身立命。過去只要閉眼買房能夠賺錢的時代已經結束了，現在房價跌漲不定，8成二手房連續下跌40多個月，全國6、7成城市環比下降，房子從投資品正在回歸消費品。買房是為了孩子上學，一家人住得踏實，而不是明年翻倍的賺錢。租售比上升到1.8%到2%，越來越理性，炒房玩法已經是不管用了，住得舒服，租得出去才是硬道理。另外呢，幾年前企業家曹德旺就說過，房子只是一堆水泥磚頭，以後會越來越不值錢。這話呢，一度被認為是偏激，但現在看看市場的走勢，您便會發現這番判斷頗有現實感。100萬粉絲房產博主一路向北也曾經持續提醒，房價可能繼續下行，二手房掛牌量還會增加，普通家庭應降低房產配置的比例，多保留現金。結果呢，今年農曆新年他的賬號被永久封禁，引發了廣泛的關注。不僅是因為一個賬戶消失，更是因為它觸碰到了市場情緒與輿論空間之間的微妙的平衡。一些遼寧網民表示，最近幾個月，網絡上關於房價下跌、商業冷靜的內容明顯減少了，視頻發布出去，或者是發出來很快被限流。在房地產這樣一個與家庭資產高度相關的領域，多元觀點對於購房者判斷風險至關重要。如果是悲觀聲音被排除，普通家庭可能無法全面了解市場的信息，這對決策顯然是不公平。有業內人士表示，中國2026年的房地產不再是融資遊戲，而是償債遊戲。信達地產有息負債532億元，資產負債率70.83%，淨虧損76.2億元。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。過去拿地靠貸款，蓋房靠預售，舊債添新坑。現在銀行關門，融資凍結，現金流斷裂。以前比銷售破1000億，現在比誰能夠活過明天。但別誤會，這不是清算完成，而是行業去槓桿的中斷。央企壓負債到50%的紅線，中小房企只能是被動出局。另外呢，現房銷售正在全國蔓延，
海南現房比例已經達到70%，全國接近1/3，聽着像利好，錯了。對房企而言，這是斷血。預售曾是現金輸血管道，如今被拔掉，沒有預售現金流，很多企業根本撐不到交房的那一天。您看到的是安全感回歸，市場看到的是現金流窒息，這就意味着未來的2年，更多項目可能會停擺。很多人以為跌了這麼久，該到底了，但真正的底部有個特徵，恐慌出清完成。現在呢，大量債務尚未重組，地方財政深度綁定土地，庫存仍是高位的運行。這不是終章，而是下半場。房地產不會消失，但靠膽量暴富的樓市已經結束了。真正的底部可能要等到槓桿徹底消化，庫存清零，信心徹底破碎之後，那一天還沒有到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。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